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有关于美伊的这一场战事，川普呢3000亿现在确定送伊朗是真的哦。另外呢，美伊双方在19日会来签的这个14点 MOU 震撼的曝光了，等一下会来看细节内容，当中提到了是美国针对伊朗会做石油的豁免、冻结资产，全部都会给伊朗等等。那么荷姆兹解封是美国为了自己的油价利益吗？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。我们先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，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。首先第一个，有关于3000亿美元的重建金，川普一度说是假新闻，但是在此刻呢，我们看到副总统范斯直接还有外媒直接证实哦，这个3000亿美元呢，波湾国家会一起来出资。来做重建，提供给伊朗。外媒也点名说，甚至呢部分的资金确实是已经到位了，包括有一些亚洲国家也会参与在其中。不管是大家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等的国家？那川普说的假新闻是被打脸吗？还是因为已经被现实反噬了，他也只好跟着这么做了呢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，这个是最新来自于彭博曝光的美伊14点的 MOU 写得很清楚，而且现在看起来呢，这个 MOU 对伊朗来说好像比较有利，是不是伊朗主导很重要的掌控权呢？稍微看一下协议内容，美国要解除在海上的封锁，还要撤军，还要解除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，伊朗才会愿意进行最终的谈判。这种先松绑后谈判的顺序，看起来是不是美国在战场上面已经先撤退了？由伊朗来做主导呢？这是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等一下来解析。第三件事情来看到是伊朗针对于石油的部分，好像已经可以逐渐的掌控许多事情了，包括它的超级油轮已经突破了封锁，而且呢380万桶的石油也已经运输出去了。同时，美国的战略储备油则是跌到了最新低点，1983年以来的低点，油价现在来到了新高，一度是突破4.5美元了。川普这个时候是不是被高油价给吓坏了，必须要来放行呢？今天就这些议题，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。好，来关心到的是呢，川普前几天说3000亿美元给伊朗的重建金是假的，刚刚我们提到了嘛，结果范斯说是真的。那么彭博直接公布了说，包括了说还有14点的 MOU 草案呢，这个草案是不是真的？看起来对于伊朗来说比较有利呢？我们来看一下14点 MOU 的草案细节，当中提到了说，美伊呢接下来会立刻的停止所有的敌对关系，并且互相承认，互相不干涉彼此的主权。再来这边也提到说，美国封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啊，还有确保波斯湾地区的这个航行都可以安全，甚至呢还有3000亿美元要提供给伊朗，解除对于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等等。好，其实内容非常的多，但是重点就是说，美伊双方互不干涉内政，那美军松绑海上的一些封锁，还有航运，再来就是石油给伊朗的运送也可以航运是安全的，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等。而唯一的条件就是伊朗不可以造核武。另外一方面，其实呢，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路透社也最新爆料说，3000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当中，超过一半已经承诺到位了。出资的不只是波湾国家，还包括日本、南韩、新加坡跟马来西亚。那么 MOU 的第13点，刚刚我们看到了，也明确提到了说呢，美军方面必须要先让航运解封、石油豁免、资金到位，伊朗才会愿意后续谈判。看起来伊朗确实掌握主导权。有关于3000亿美元的重建金，为什么一开始川普说是假新闻呢？那现在我们看到波湾国家也说愿意出资了吗？他们是觉得说，干脆我直接跟伊朗谈好，不需要美国的保护，这当中不需要在美国为他们出头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？孙委员怎么看？对，我看到了这个 MOU 的内容哦，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世界外交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，就是明明是看起来天南地北不可能达成共识的这个双方的立场，居然还能够在玩文字游戏的情况之下，洋洋洒洒的写了14条，然后看起来双方的确都达成了共识。所以我说这场战争从停战开始它就是一个没有停战的停战，现在到了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了那么这14点，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的话，它其实完全避重就轻。
真正的核心问题只字未提哦。可是他讲的是非常松散的哦，他讲的就是全线停战。那全线停战，如果以色列不停，那怎么办？这个倒没有讲清楚啊。所以我才说，刚刚我们在讨论的那个问题，现在以色列不停，伊朗要不要签？美国要不要出来阻止以色列？因为照这个协议上来说的是双方的战友哦，各自的友好的势力哦，都应该要遵循这样的一个 MOU。然后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那3000亿的问题啊。当时川普之所以跳出来做假新闻，是因为那个时候媒体报说美国要出3000亿啊。这对川普来说，他绝对不可能买这张单的。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已经是很反感了，你莫名其妙打了一场仗，花了这么多钱，然后你要花3000亿自己去修复你打烂掉的城市，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川普当然不可能承认有这件事，所以我觉得川普跟 Vance 他们2个人是唱黑白脸了。川普只是否认美国要出3000亿 ，Vance 帮他补充讲清楚了，不是美国出的哦，是美国的盟友出的。所以美国的盟友也还蛮惨的，被打的时候他们也都有份，现在要去修复别人的时候呢，他们还要出钱。那你说他们出这笔钱的原因是什么？当然，第一，美国老大哥叫他出，他敢不出吗？然后第二，也许在这场战争之后，他们认为中东整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会重新的洗牌了。那在这个时间跟德黑兰交个朋友，恐怕也没有什么坏处。将来不小心又在爆发冲突的时候，他们也许可以幸免于难啊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真正核心的2个问题，在这个 MOU 14条里一个都没有提，就是荷姆兹海峡要不要收费。你现在看到的是，美国承认他要解除封锁，伊朗说他要恢复到战前水准，恢复到战前水准跟边收服务费回到战前水准，到底是哪一个？是不收费的到战前水准吗？还是说我还是收了一个服务费？因为美国说他不能交保护费，美国只强调不收保护费哦，可是伊朗一直在强调他会收服务费，所以那这个钱到底要不要收？到目前为止，这 MOU 里头一个字都没有提。那你更不要讲浓缩铀了，浓缩铀要不要稀释？在哪里稀释？铀要不要交出来？他现在只提到伊朗保证说不造核武。这有什么了不起？战前的时候，伊朗就说他已经不造核武了，所以美国在还没打之前，伊朗就已经保证了，说他不会做核武，是你美国不信的。结果你现在莫名其妙打了一阵子，搞了一个14条的 MOU 之后，还是回到原点了。伊朗只承诺他不造核武，所以事实上，你如果仔细看完这个14条的 MOU 的内容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歹戏拖棚的一个剧本啊，就再拖60天。其实这个 MOU 里头只有一句话最重要。就再谈60天，现在谈不出来的，咱们60天以后再讲哦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可以大胆的预测，各位在整个中东仍然可以看到没有停战的停战，跟没有共识的共识，继续在那里上演这个戏码了。好，那等一下也请苑老师稍微帮我们看一下这个 MOU 里面，另外有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猫腻？再来就是说，看起来对于这个 MOU 对于美方来说相当的不利。除了说这个伊朗说不会造核武，但是他如委员帮我们看到了，战前他就说不会造了嘛，所以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。另外有一件事情比较有趣的是，为什么这个3000亿美元当中，波湾国家他们说会出资帮伊朗重建嘛，为了买一个保护嘛。那这个能够理解，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亚洲国家，所以也会出资日本、南韩、新加坡跟马来西亚，跟石油的运输有关系吗？那苑老师又怎么看？这个 MOU 里面是充满了猫腻啊，请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，第3条、第4条、第8条、第9条、第13条里面都提到了最终协议啊。那第3条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大千里面提到的60天以后才有最终协议，最终协议签订了以后30天后才有撤军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按照最终协议搞来搞去，到了明年的今天了。我说一句良心话，另外在以色列那边的话，以色列国防部长叫盖茨啊，他讲说我们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的。那他这个14条里面的第1条就是要从黎巴嫩撤军的，他理都不理你。另外呢，更有趣的是，他们有一个安全部长叫做本格维尔啊，他说过他说我们以色列完全不受这限制啊，你什么要我爸爸，你叫我爷爷都不管用啊，我就是盖下去了。这个我必须要强调啊，你刚刚问那个第2方面的问题非常有趣，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你听得出来什么道理吗？都是跟着美国屁股走的他们自己本身呢，因为大家这样子就讲，好像大家跟我讲说，有个赚钱机会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有啊，你不能说没兴趣啊，那开什么玩笑？伊朗是个大肥肉啊，对不对？那给你这个机会是给你脸啊，但是所以说这里面强调，第一个，他们这4个国家都
非常非常需要中东的能源呢，尤其是日本跟韩国，新加坡也不差了啊。就是荷姆兹海峡一旦封锁的话，对他们来讲也很麻烦。波斯湾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的话呢，他们借这个机会跟伊朗修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14条的 MOU 签下去，大家发觉美国好像不行了，是伊朗比较凶啊。因为我们现在仔细看，我们分析了这个几个月下来，好像伊朗都是节节获胜啊。那现在是以色列最惨啊，那美国有点莫名其妙，然后伊朗现在很得意很稳啊，那个阿拉格奇的教育正式宣布。然后第三点，川普当然有强迫了，川普这个人是钱只进不出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来讲的话，他们其实这个日韩新嘛。是假装卖个人情给美国，说哎，你们要有人出钱，我们可以啊。我们在台湾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啊，有机会我们也讲，我们也愿意负担很多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这根本是顺水流情啊，没有人会拒绝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到时候里面的承诺讲说，到时候要签的，实际上掏出真金白银的时候，那不掏就是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。那个波斯湾里面那些王子国被打得一塌糊涂，所有有钱的国家都被伊朗打得一塌糊涂。阿联酋他自己主动的啊，对不对？又是解除禁制啊，又给钱啊什么的。他觉得花一点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是把终身托给一个不用的没用的家伙，美国那还得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整个改变，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整个东亚国家都聪明得很嘛，大家都非常清楚啊。那大陆当然不会理他这一套了。是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MOU 里面，一方面是涉及到有关于安全的问题，许多的国家现在呢，干脆就直接愿意付钱给伊朗来保寻一个安全哦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其实 MOU 也涉及到了这个石油的问题，那也是川普现在呢在民怨高涨的时候，他最在意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是不是 MOU 里面在于油价，还有在于荷姆兹的航行等等，现在放宽了对于伊朗的制裁呢？我们来看到伊朗这边出现了这个石油出口的制裁被豁免的现象，因为呢现在被发现已经有超级的油轮突破封锁，运出了380万桶原油。美国现在是不是因为压力真的太大了？现在最高油价来到一度飙破了4.5美元加仑哦。那么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来到了最低点，是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。所以现在美国透过其他的方式要来运油，不管是影子船队，或者是说来自于路透社的爆料说，伊朗先前击落的阿帕契的直升机，可能就是当初来做石油秘密运送的一个管道。是为什么这么紧张？干哥怎么看？对啊，这也是有可能啊。但是你看那个14点 MOU， 你就可以晓得说，哎，对于伊朗的这个金融啊、保险啊，以及海上石油运输啊。这些管制啊都取消了啊，都取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？也要赶快让荷姆兹海峡能够通行。美国自己的海上管制先撤，然后呢，也希望在30天之内啊，能够让伊朗啊也对于荷姆兹海峡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险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朗再这样搞下去，我跟你讲，美国自己本身国内的舆情，就是舆论的情势，对川普。非常非常不利，为什么？你就是光是看什么，那个叫西德州中级原油，现在好不容易降到80块一桶，你知道？可是现在1加仑还是多少？才刚刚跌回4美元以下，叫做3.99美元，连1分美元都还跌不到，很慢。所以你知道专家有讲，你知道吗？涨价像坐火箭的，降价像飘羽毛一样，就羽毛不是要掉下来，不是很慢吗？你光看那一根羽毛从天上要掉到地上，你要等多久？可是它要涨价的话，就像坐火箭一样那么快。在形容什么？在形容的就是油价。那因为这个油价的关系，你知道这里面牵涉非常复杂。你说，哎，现在已经都可以走了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伊朗船只也可以通行了，然后荷姆兹海峡。我们这些就西方的船只啊，西方的邮轮啊，还有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这些船只都可以再通行了，那油价应该马上反应过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这样。你知道为什么不是这样吗？因为在美国当地你要先从进口商再到零售商，所以进口商前面1桶105美元买的，你现在要叫他这样干嘛？降到80块是吧？不可能，我要先卖光了，我才可以降下来。哦，原来游戏是这样玩的，对，所以你知道专家就讲了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如果说是这个平常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2、3天就可以反应过来，可是现在因为仗刚打完可能要2、3个礼拜才能够反应过来，2、3个礼拜，
你知道美国现在有，美国中产阶级有1/4左右的家庭，他们统计过了，美国财政部刚刚统计过，1/4左右的家庭已经动用了家庭紧急储蓄。什么叫家庭紧急储蓄？也就是说，美国人自己有一套理财的规则啊，就是说这些钱现金不能动，放在哪里？保险箱里面。除非今天遇到了特殊的情况，不然你不能去动那个东西。美国人他们在就说，就因为他们都是信用卡挂帅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刷信用卡。可是当信用卡不能够刷这个油价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信用可能不见得能够让你有额外的支付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只能够动用那个紧急的基金就对了。然后1/4的家庭在用这个钱，是代表什么？川普，你一定要赶快降下来。你如果再不降下来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那人民就会找你麻烦。所以你知道现在美国反而有2个零售业啊，他们现在大赚其钱，你猜都猜不到谁 ，Walmart 跟 Costco， 为什么？这2家我们都耳熟能详，对不对？他们有加油站呢，而且他们的加油站是标榜什么？不管国际油价怎么变动，我们先降价了，我们就开始先降价。所以 Costco 跟那个沃尔玛这2家，反而他们现在就先降价，它不像那个大型的进口商，他们还是维持在原油的高点，反而他们就先降下来，变成美国现在民众一窝蜂去这2家公司的加油站去加油。那当然这种造成的不公平嘛，对，川普也要消灭这种不公平。你想想看，这个通膨对他来讲是多么的严重，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好，谢谢干哥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，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